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开着朋友送的新车刚上路，就被人给砸了。砸车的人是苏晴的男助理，他满脸倨傲，对我叫嚣：“别再让我看见你，要不然老子找人弄死你这个穷逼！”苏晴则是不耐烦地扔给我1万块钱，满脸鄙夷地对我说道：“拿着钱滚蛋！要是你耽误了我相亲，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”我气笑了，直接给苏晴的父亲打去电话。你女儿说让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你女儿的助理说要找人弄死我。苏振华，你们苏家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公路边，秦朗拿着一块砖头，不断地砸着我的新车。他一边砸着，一边朝着我凶狠地骂道：“开着一辆几十万的破车，就敢跟老子嚣张？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今天要不是苏总有事，老子非得狠狠修理你一顿不可。不服气你也得憋着。今天砸了你的车，算是给你一个教训了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，要不然老子绝对找人弄死你这个穷逼！”我站在被砸坏的车边，微皱眉头看了凶狠的秦朗一眼，又看向了旁边豪车内坐着的苏晴。她就是爸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不是说挺温柔贤惠的吗？怎么感觉苏晴这个女人和爸妈描述的不是同一个人啊？察觉到我的注视之后，坐在豪车中的苏晴面色不悦，冷哼着说道：“在这京海市，还没有人敢跟我的车抢道的。如果不是我今天有事，绝对不会轻饶了你。拿着钱赶紧滚蛋！”说完，苏晴就拿出1万块钱扔到了我的脚边，像是打发乞丐似的。我这辆车是朋友送的，虽然不是什么豪车，但是也价值80多万。车窗和车灯都被秦朗拿着砖头砸坏了，就算是去维修，最少也得10几万块钱。我没有捡地上的钱，有些愤怒地对苏晴说道：“明明是你们的车剐蹭了我的车，你们不道歉就算了，还二话不说砸了我的车！”我的话未说完，秦朗手中的砖头就朝着我猛地砸了过来。这一下势大力沉，我急忙闪避，砖头砸在了我的车顶处，直接让车顶凹陷了一块。这块砖头要是砸在我的头上，绝对会让我非死即残。还未等我开口，秦朗就狞笑着对我说道：“砸你的车是你的荣幸，在京海这1亩3分地，也只有你这个愣头青敢嚷嚷着让苏总道歉了。识趣的就赶紧滚，再敢啰嗦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打断你的腿！”我气笑了，我刚回到京海，就碰到这样的破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太衰了。未等我回应，坐在车里的苏晴一脸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，我得赶去顾家相亲呢。要是你这个愣头青耽误了我相亲的话，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”秦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语气中带着嘲讽不屑之意，说道：“苏总今天心情不错，已经给了你1万块钱的补偿了，别给脸不要脸再纠缠了。”说完，不等我回应，秦朗就上了车，开车带着苏晴快速离开了。我没有阻拦他们，甚至没有报警。看着被秦朗拿着砖头砸烂的车，我给拖车公司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把这辆车拖走。随后，我给苏晴的父亲打去了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。苏振华谄媚地说道：“顾大少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啊？你和晴晴已经见面了吗？对晴晴满意吗？”我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见到了，你女儿可真不一般啊！你女儿说让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
你女儿的助理兼保镖说要找人弄死我。苏振华，你们苏家好大的威风啊！电话那头的苏振华慌了，急忙说道：顾大少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他的话未说完，我就冷声说道：是不是误会？你问问你女儿就知道了。你们苏家太厉害了，都能在京海只手遮天了。我们顾家小门小户的，可不敢跟你们苏家攀亲了。万一惹你们苏家不高兴了，说不定你们苏家就能让我们全家从京海消失了。我挂断了电话之后，苏振华慌了，他急忙给苏晴打电话，但是却怎么都打不通。他又急又怒，匆忙地开车朝着我家赶去。我打车返回家中的路上，给朋友打了个电话。听完经过之后，朋友惊讶地说道：在京海之中，还有人敢威胁你？谁这么有种啊？我无奈地说道：我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电话那头的朋友惊呼：顾延辰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你的相亲对象威胁要弄死你，他的助理把我送给你的车砸了，这是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？我苦笑着说道：我这些年都不在京海，他不认识我，不知道我就是他的相亲对象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那辆车我已经让拖车送去修理了，你帮我一个忙，调查一下我这个相亲对象。挂上电话之后，想起之前发生的那一幕，我差点又气笑了。这些年我很少回京海，都在外地忙碌着。这次回家相亲也是被我爸妈硬逼着回来的。知道我要回家相亲的时候，朋友直接送了我一辆新车，让我开着他公司生产的这辆车回家，也算是给他的公司打广告了。结果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，遇到了苏晴的那辆豪车。苏晴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她。爸妈说她是个温柔漂亮的女生，还说她知书达理，气质很好。我看过苏晴的照片，仅看外表的话，苏晴确实挺不错的。可是经过刚刚的事情之后，我才知道苏晴这个女人绝对不是爸妈说的那种温柔小白花性格。我正常开车驾驶，看到秦朗开车的时候还跟苏晴打情骂俏，两人的表现就像是情侣似的，这让我不禁皱起了眉头。而秦朗也察觉到了我在看他们，直接伸出手对我比划一根中指。我本不想理会的，结果秦朗故意开车跟我抢道，导致我们两辆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。紧跟着秦朗就满脸凶悍地下车，捡起路边的砖头开始砸我的车了。而苏晴对于这一幕无动于衷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。由此可见，苏晴是霸道蛮横惯了，这样的女人还想嫁进我家大门，做白日梦都轮不到她。等到了家中，苏晴和秦朗若是知道我的身份，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我刚到家门外，就看到苏晴的那辆豪车停在我家大门口，秦朗坐在车中正抽着烟。看到我出现在这里之后，他顿时愣了一下，随后他就脸色阴沉地下车，对我破口大骂说道：混账东西，竟然敢跟踪我们来这里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这样的愣头青，老子见得太多了。你是不是以为之前老子是吓唬你的？你真觉得老子不敢弄死你吗？他骂骂咧咧地来到我身前，抬手就要扇我。在我家门口，如果还被这嚣张霸道的家伙打了，那我岂不是太窝囊了？我侧身闪过，然后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我冷声说道：嘴巴放干净点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秦朗捂着脸愣住了，随后双眸喷火地看着我，吼道：该死的杂种，你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，我非得废了你不可。说完，他快速地冲到豪车的后备箱，
从里面抽出了一根铁质的棒球棍，厉吼着朝着我挥舞砸了过来。我躲闪不及，抬起手臂挡了一下，手臂处顿时传来钻心的疼，感觉手臂骨头都像是裂开了似的。就在秦朗满脸狰狞，挥舞着铁质棒球棍想要朝着我的头砸过来的时候，苏晴极怒的声音从我家院中传来：“住手！秦朗，你在干什么？”苏晴急匆匆跑出来，狠狠地瞪了秦朗一眼，急促低声说道：“这里是顾家，你在顾家门前打人，你是不是嫌自己的命长？”秦朗哆嗦了一下，有些紧张地对苏晴说道：“苏总，那个愣头青追到这里来了，刚刚还打了我一巴掌，我气不过才会对他动手的。”苏晴愣了一下，这个时候才看到我，眉头紧皱，满脸的厌恶嫌弃。还没等他开口，我爸妈听到动静也从家中走了出来，看到我捂着手臂露出痛苦之色，我爸妈顿时满脸怒容地看向手持铁质棒球棍的秦朗。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，秦朗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。看到我爸妈满脸怒容，苏晴和秦朗顿时误会了。苏晴急忙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这是不怨我的助理，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鬼鬼祟祟地靠近这里，像是想要对你们家意图不轨似的，所以秦朗才会动手打他的。”听苏晴往我的身上泼脏水，秦朗瞬间会意，急忙对我爸妈说道：“这个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我们在来顾家的路上就遇到过他，他想要碰瓷讹诈我们，苏总不想惹麻烦，就给了他1万块钱。没想到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竟然跟踪我们到了这里，还鬼鬼祟祟的在顾家周边偷窥，不知道藏着什么坏心思呢。我也是担心苏总和顾先生你们受到惊扰，所以才开口喝止他，谁知道他竟然直接打了我一巴掌。”苏晴和秦朗不遗余力地污蔑我，没有注意到我爸妈此时的脸色已经难看至极了。苏晴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对我厉声呵斥说道：“赶紧离开，要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”说着，苏晴给秦朗使了个眼色，秦朗狠狠地瞪我一眼，扬了扬手中的铁质棒球棍，说道：“再敢鬼鬼祟祟偷窥这边的话，我还得揍你。”他们想尽快将我撵走，不想让我爸妈知晓之前他们砸了我的车的事情。秦朗撵我的时候，苏晴还满脸微笑地对我爸妈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咱们进屋等严惩吧，这点小事让我的助理处理就行了。”我爸妈都快气炸了，还没等爸妈开口，一辆车就火急火燎地冲到了我家门口，紧跟着苏晴的父亲苏振华就连滚带爬地从车里冲出来。看到秦朗手持铁棍撵我的时候，苏振华的头皮都快炸了，对秦朗怒吼道：“该死的畜生，你给老子住手！”秦朗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苏振华就像是一头蛮牛似的冲了过来，一脚狠狠地踹在了秦朗的裆部。秦朗惨嚎一声，捂着裆部蜷缩倒地。苏振华夺过他手中的铁质棒球棍，劈头盖脸地朝着秦朗砸了过去。看到苏振华这疯狂的模样，苏晴大惊，急忙上前想要拉住苏振华，急得大喊：“爸，你疯了！快住手，不要再打他了！”话未说完，苏振华红着眼睛狠狠地抽了苏晴一巴掌，怒吼道：“滚！老子没你这样的女儿！”苏晴被苏振华这一巴掌抽得愣住了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苏振华。从小到大，苏晴都是苏家的掌上明珠，这还是苏振华第一次打她。而这个时候，苏振华根本没有理会苏晴的心情，他脸色苍白，对我爸妈露出勉强的笑容，
颤声说道：“顾先生、顾夫人，都怨我教女无方，您二位大人有大量，还请饶他一次。”他的话未说完，我爸就冷声说道：“这件事别跟我们说，去跟我们的儿子说去吧。”我妈怒道：“你女儿和你女儿的助理在我们家门口打了我们的儿子，还污蔑我儿子，这笔账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。”闻言，苏晴懵了，秦朗也懵了，傻愣愣地看向我这边。苏振华满脸哀求地看着我，颤声说道：“顾大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您高抬贵手。”我摆摆手，指了指刚刚被秦朗一棍子狠狠砸中的手臂，冷声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想高抬贵手，是你女儿的这个助理已经把我的手臂打骨裂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女儿的这个助理很霸道蛮横啊。之前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矛盾，她二话不说砸了我的车，还叫嚣着要找人弄死我。有其主必有其仆，助理都这么霸道了，那么你女儿的性子就不用说了吧？”苏振华，你们苏家什么时候成为京海一霸了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？苏振华身躯一颤，慌乱地说道：“顾大少，您消消气，这件事我绝对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”他的话未说完，我就冷声说道：“别只说场面话，具体什么样的交代，拿出诚意来吧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很想知道，没有了我们顾家支持的苏家，还能不能在京海立足了？”苏振华的脸色惨白。就在此时，苏晴故作委屈的哭着对我说道：“言晨哥，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，我在路上没有认出来你，急着赶来相亲，对你的态度不好，还请你原谅。回头我再让秦朗给你摆酒赔罪，这总行了吧？你堂堂顾家大少爷，总得有点气度吧？这点小事就别跟我们计较了，行不行？再说了，你当时如果主动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也不会有这样的误会了。这是要道德绑架我，只可惜这招对我没用。”我冷笑着对苏晴说道：“别在这里装柔弱扮可怜了。之前你们在路上砸我车的时候，不是挺盛气凌人的吗？砸了我的车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还在我家门口打了我，这件事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。”苏晴有些怒了，刚要开口的时候，被苏振华喝止了。苏振华直接拎着铁棒球棍，狠狠地砸向了秦朗的一条手臂，清晰的骨骼断裂声响起，秦朗惨嚎一声，抱着手臂痛苦地抽搐起来。苏晴心疼得差点哭出来，急忙搀扶安慰秦朗，小声说道：“忍一下，我爸演戏给顾家这些人看呢，等这件事接过去之后，咱们再找机会报复回去。”秦朗忍着痛嗯了一声，看向我的眼神中露出了浓郁的怨毒恨意。打断了秦朗的手臂骨之后，苏振华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看向我，说道：“顾大少，您看这样的交代行不行？我女儿是很单纯的，只不过是受到了这个秦朗的蒙骗，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。现在秦朗已经受到惩戒了，顾大少您被砸的车，我也照价赔偿，请您网开一面，饶了我女儿吧。”我淡声说道：“苏振华，你这样的交代，我并不满意，你们苏家很没诚意，我很失望。”苏晴怒视着我，吼道：“顾言晨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非得让我们死在这里给你赔罪吗？”我摇摇头，冷漠地说道：“你们并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只不过是怕了我的身份而已。如果我出身普通家庭，你们会跟我低头认错吗？”苏晴还想跟我争辩的时候，苏振华狠狠瞪了苏晴一眼，对我虚伪笑着说道：“顾大少，需要我们怎么做，您才会满意呢？”我随口说道：“
拿出你们苏家一半的家产捐赠给慈善事业，同时给这些年被你们苏家欺负过的人相应赔偿。今天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。”我的话音落，苏晴就疯了似的咬着牙说道：“顾延辰，你这是在做梦，我们绝对不会答应的。”苏振华的脸色也很难看，显然也在憋着火呢。没等苏振华开口，我爸妈就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们儿子做出的决定，我们肯定是支持的。今晚之前，按照我们儿子说的去做，要不然别怪我们顾家不客气了。”当天晚上，苏家之中，秦朗手臂上打着石膏，满脸恨意地对苏晴说道：“那个顾延辰欺人太甚了，那个混账东西完全不把苏家放在眼中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一句话就想让苏家捐出一半的家产。如果苏家答应的话，以后别人怎么看苏家？以后苏家还怎么在京海立足啊？”苏晴也是愤怒地说道：“那个顾延辰真该死，他要是早早地表明自己身份，咱们也不会这么被动了。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无论如何，咱们都不能按照他说的那样做，若不然，咱们苏家就彻底的没脸见人了。”苏振华有些烦躁，脸色阴沉地说道：“这件事虽然是你们的错，但是顾延辰也太不识抬举了。咱们苏家虽然这些年借助了顾家的人脉和资源，但是主要功劳还是靠咱们自身的能力。顾家那边把咱们当成了他们家养的狗，一声令下就要让我们拿出一半的家产，这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。顾家是大，但是咱们苏家在京海经营多年，也不是软柿子，也是时候对顾家亮出獠牙了，省得他们觉得咱们好欺负。我现在就跟那些老朋友们打电话，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，说不定这次能够让顾家吃瘪，到时候咱们也能狠狠地从顾家身上咬下一块肥肉来。”苏晴亢奋地说道：“如果能吞掉顾家的一些产业，咱们苏家到时候在京海就真能一呼百应了，说不定还能将生意扩张到京海之外。到那时候，咱们苏家说不定也能像顾家那样成为豪门，跻身全国顶尖豪门世家的行列。一旦成功了，顾家也不敢再轻易的招惹咱们了。”秦朗也急忙对苏振华说道：“大丈夫岂能久居人下？这个时候不动手，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。”苏振华也是双眸放光，咬着牙说道：“那就跟顾家斗一斗，让他们知道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的。”说完，苏振华就摸出手机给他的那些老朋友们打电话。但是古怪的是，苏振华的那些老朋友们全都没有接苏振华的电话。就在苏振华疑惑不解之际，他的电话响起，是苏氏公司的一位元老股东打来的。苏振华刚接通，那位元老股东就语气急促地说道：“苏振华，你女儿怎么能干出这么无耻下贱的事情来？不要脸的贱人！她这下把咱们公司的声誉全都毁了。还有，顾家今晚举办了商盟联合大会，居然没有通知咱们公司的任何人，这是要彻底的抛弃咱们公司了啊！”苏振华满头雾水，怒声说道：“老韩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骂我女儿干什么？还有，顾家举办的商盟联合大会又是怎么回事？”电话那头的元老股东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你自己看热搜上面的新闻吧，苏氏公司要完蛋了，不少股东都联系我，想要退股撤资呢。”不等苏振华回应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。苏振华急忙查看热搜新闻，顿时傻眼了。热搜新闻的头条是顾家在今晚举办了商盟大会，拉拢了京海众多商界精英参加，
苏振华的那些老朋友们就在其中。照片上，苏振华的那些老朋友们笑容满面，恭敬客气地举杯对我敬酒。下方有众多网友评论：京海商界大佬们齐聚，这是要搞大事啊！我听说是顾家的那位大少爷牵头，准备带着京海的诸多商界精英去外地开疆拓土，这可是提升咱们京海名气的大好事啊！咦，怎么没有苏家的人啊？苏家不是顾家的跟班小弟吗？以前不论顾家举办什么样的活动，苏家都能够分一杯羹的，怎么这次没见到苏家的人？我听说顾家和苏家闹掰了，胡扯什么啊？前段时间还有消息说苏家和顾家要结成亲家了呢，怎么可能会闹掰了？我的天啊！你们快看热搜上的另一条新闻，关于苏晴的，太炸裂了！他怎么这么下贱啊？难怪顾延辰不愿意要他了。热搜上另外一条帖子，上面有不少图片和视频，都是关于苏晴和秦朗的。苏晴和秦朗手牵手逛街看电影，甚至在酒店和车里做一些亲密的事情。最关键的是，苏晴和秦朗的一段录音也被爆了出来。等我和顾延辰相亲之后，我们苏家借助顾家的人脉和资源，肯定会更上一层楼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抛弃你的。我爱的只不过是顾延辰的家产罢了。等我和他结婚之后，找机会弄死他全家，顾家的财产就全都归咱们所有了。秦朗奸笑着说道：那你可得抓紧把他弄到手了。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尽快让顾延辰拜倒在你的16裙下，让他喜当爹去吧。这条帖子下方，众多网友怒骂：狗男女不得好死。苏晴表面上纯情温柔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心思狠毒的蛇蝎女。这种女人谁敢要？难怪这次顾家召开商盟大会没有邀请苏家，这已经摆明了要跟苏家分清界限了。如果没有顾家帮忙，苏家现在还是个小皮革厂呢，说不定早就倒闭了。热搜上面还出现了很多之前苏家欺负人的新闻消息，每件事都是证据确凿。这一刻，苏家就像是破鼓万人锤，名声彻底臭了，网络上的舆论根本压不住了。而这些消息都是我朋友搜集的，他认识的三教九流人士比较多，弄到苏家的这些黑料并不是难事。此时的苏家气氛压抑至极，苏振华脸色惨白，眼神中尽是绝望之色，手抖得厉害，手机也掉落在地上了。苏晴和秦朗更是满脸死灰，绝望的嘶吼：这不可能！这些事情是谁爆出来的？在京海，谁敢如此往死里得罪我们苏家？肯定是顾家，他们一直藏着我们苏家的把柄，就是为了能够随时弄垮咱们。顾家该死，我要宰了他们全家！苏晴和秦朗无能狂怒，他们这个时候只不过是用愤怒来掩饰自身内心的恐惧罢了。随后，苏晴和秦朗都是恐慌地看着苏振华，这个时候他们也只能把苏振华当成唯一的主心骨了。苏家一旦倒下了，那么曾经被苏家欺负过的人绝对能够让苏晴和秦朗生不如死。苏振华没有理会苏晴和秦朗，而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慌乱地捡起手机给我打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苏振华就急促颤声说道：顾大少，我们苏家愿意捐出1半的家产，还请顾大少高抬贵手。话未说完，我淡声回应道：已经晚了，我之前说天黑之前让你们苏家捐出1半家产，可是你们苏家始终没有动静，明显是把我说的话当成放屁了。既然如此，
我也不强求了，机会已经给你们了，可惜你们不珍惜，怨得了谁呢？不等他回应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苏振华疯狂惨笑，红着眼睛看着苏晴和秦朗，咬着牙说道：苏家完了，我这半辈子的努力泡汤了，我真蠢，明知道顾家是个庞然大物，被你们怂恿的还想跟顾家碰一碰，现在就算是后悔都来不及了，没机会翻身了。与其等着苏家覆灭，被人欺辱，咱们还是一起上路比较好，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个伴。说完，苏振华就冲进了厨房中，抓起一把菜刀。在苏晴和秦朗的恐惧惊呼中，苏振华疯狂地持刀朝着他们劈砍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正在宴会场跟着爸妈和京海的那些商界精英们谈笑风生。最近一些年，我都是在外地忙碌。我们顾家在国内各地都有产业，产业链发达。京海的这些商界精英们都想登上我们顾家的这条大船。如今，我主动邀请他们加入商盟会谈，带着他们参与顾家在外地的项目。这样的好事自然是没有人拒绝的。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朋友和敌人，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只要我拿出足够的利益，这些商界精英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苏家，甚至不用我主动出手，这次参加商盟的精英们就会主动对付苏家，将苏家的产业快速地瓜分干净。这就是人性。酒宴结束的时候，一条新闻火速地登上了热搜：苏家着火了，熊熊大火吞噬了苏家的豪宅。虽然很快就被消防官兵灭了火，但是苏家豪宅中的3人却被烧成了焦炭。法医鉴定，苏晴和秦朗是被砍死的，杀人凶手是苏振华，纵火的也是他。苏振华父女和秦朗的死让外界一阵唏嘘，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则是感慨不已。而我不再理会这件事，处理好商盟的事情之后，被爸妈硬逼着再次去相亲了。开着朋友送我的那辆已经修好的车，前往约好相亲的地点。路上，我的车和一辆白色宝马发生了剐蹭。一个年轻靓丽的女人满脸倨傲地下车，怒气冲冲地一脚踹在了我的车门上，骂道：瞎了你的狗眼，你怎么开车的？要是耽误了我相亲，我活剥了你！我有些错愕，哭笑不得。不会这样巧吧？怎么这种事情又发生在我的身上了？老天爷，你是不是非得玩死我才甘心啊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